今天要来聊一件发生在上个世纪未解开的谜团——凡尔赛花园穿越事件。故事是这样的：故事的主人翁夏洛特·安妮·莫伯利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英国女老师，她专为贫困的女学生在牛津创建了第一所圣修学院，并邀请另外一位主角艾莉诺·乔丹来协助管理这个学院。两位女老师于1901年夏天一起相约来到法国巴黎旅游。他们旅行安排的行程之一是要前往参观凡尔赛宫。一开始，他们和一般旅客一样走着行程。他们打算步行穿过花园进入小特里亚农宫。途中，他们经过了大特里亚农宫，但是却发现大特里亚农宫已经对外关闭。此时，他们虽然携带着旅游指南，但是似乎迷路了。他们进入了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道。莫伯利看见一个妇女在窗边挥着一条白色的小布巾，乔丹则说看到了一座荒废已久的农舍。于是两人渐渐感到莫名的担忧，就加速前行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碰到了宫廷园丁。园丁说：“直直走就行了。”走着走着，乔丹看到了一栋小别墅，门口站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女孩。他们身穿18世纪的服装，妇女正递着水壶给小女孩，但是走近一看，眼前这两个人是静止不动的。乔丹说，他们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一般。莫伯利没有注意到小别墅，但是却发现气氛很不对劲。他觉得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不正常，使人感到恐惧。他们走到了接近湖边爱之殿堂的地方，看到一个长相奇怪的男人。他坐在花园的亭子里，身披斗篷，戴着一顶大礼帽。莫伯利描述他的脸非常可怕，肤色又黑又粗糙。乔丹则说，这个男人突然转过脸来，脸上有得天花的印记，面色发黑，奇怪地看着他们。莫伯利和乔丹吓了一跳，赶忙离开，继续往前走。路上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举止优雅的男士。这位男士跟他们指着通往小特里亚农宫的道路。接着，他们穿过一座小桥，到达了宫殿前的花园。莫伯利看见一位正在草地上画素描的女士。这位女士看一下莫伯利和乔丹，于是他们赶紧转身离开。由于那位女士穿着发型皆呈现着18世纪法国贵族的优雅气息，所以莫伯利后来深信那位女士就是18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16的王后玛丽·安东尼，就是那个百姓过着饥饿贫困，但是她却极尽奢华，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与国王路易16先后被送上断头台，而担心到一夜白发的玛丽王后。莫伯利说，玛丽王后看着他们，使得他们必须脚步加快地离开。接着莫伯利和乔丹就进入了小特里亚农宫。不知怎么一回事，终于一切就恢复了正常。他们就正常地碰到其他来参观皇宫的游客。离开巴黎后，莫伯利和乔丹在1周后心情平静了一些。莫伯利才和乔丹讨论着当天发生的事情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莫伯利和乔丹此后又多次参观凡尔赛宫，但是再也没有看到他们曾经走过的那条小路。他们经过的那些小别墅、亭子和小桥都完全消失了。他们起初觉得会不会那一天是不是有人在办 cosplay， 但是查遍了当天所有的凡尔赛宫登记的活动，并没有登记有人搞过此类的活动。经过调查，他们认为那天在亭子里长着天花的可怕男人就是沃德勒伊伯爵，而他正是玛丽王后的一个朋友。1911年，莫伯利和乔丹以笔名伊丽莎白·莫伯森和弗朗西斯·格兰特出了一本名为《历险》的书。一开始没人相信他们的故事，后来才有一些学者开始相信在莫伯利和乔丹身上发生过的奇异事件。莫伯利和乔丹后来于1937年相继去世，他们在凡尔赛宫经历的事情成了20世纪的未解之谜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撞鬼还是穿越时空？为什么学者们都解释不出来呢？
待会我就来解开这20世纪的未解之谜。我说这个案件要解谜比前几集时空旅人谢尔盖事件容易多了，一样会有在时空旅人事件中提过的相同概念来解释，因为这个宇宙运作的所有规则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在分析此案件之前，大家先听看看我自己亲身遭遇过的事情，看看是不是跟凡尔赛花园穿越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？我在19岁高中毕业刚上来台北，由于应届二专没考上，当年的联考跟现今完全是不同情景。我们当年是学生很多，要去争取名额很少很少的学校，所以考生们都是在极大压力下成长。而我因为二专联考应届没考上，所以在士林夜市附近的屈臣氏做收银员的工作，打算隔年再继续报考下一届夜二专。30多年前，位在士林夜市的屈臣氏生意非常好，尤其周末都要大排长龙结账，而当时是晚上10点半打烊，结完账也常常是晚上11点了。当时我们家租房子在士林区某大医院附近，我平时会搭公车到住家附近，再走大约5分钟的路程回到家。结果这一天我下了公车，我低着头想事情，我走着走着，怎么觉得空气和平常不大一样？我抬起头，看见星空下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我心想，咦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好像没来过。四周的环境变得很陌生，但是由于我刚从南部搬上来，本来就对四周环境不是很熟。但是不大对啊，我好像迷路了。我在这片稻田一直走着走着都绕不出去。我当时明明是住在住宅区，下了公车四周都是华夏跟公寓，然而那也是30几年前的风景。如今有好几栋公寓都已经都更成大楼了。回到当天，我怎么在稻田里走了快半个小时，四周都没有半个人，所以也没有路人可以问路。不过已经快半夜了，路上没有人也是正常的。一会儿我已经走得气喘吁吁，而且四肢无力了。我心里有点慌，也很想哭。我想打电话给我爸，但是那时是1992年，并没有人手上有手机。然而走着走着，突然眼前又出现我熟悉的风景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我赶紧走回我们租用的公寓。我在楼下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超过11点半，比平常晚了快半小时。我记得那天我还按门铃，结果我妹妹出来帮我开门后，对我破口大骂：都几点了，竟然这么晚才回家，还没带钥匙哦！明天早上大家都还要早起工作，被你按了门铃，大家都被你吵醒了。她就在那里给我碎念个不停。我回说：你小声一点好吗？你现在讲话那么大声，全家才会被你的叫骂声吵醒了。接着我跟妹妹讲刚才发生的事，结果我妹妹完全不想听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就钻进房里继续睡觉。而由于当时屈臣氏的工作模式是一天工作12小时，而做2天休2天，所以经过这件事后的第一个休假日的白天，我马上就从当天下车的公车站沿路去找寻那一片一望无际的稻田。我想在白天熟悉一下路况，想知道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迷路，我想研究一下路怎么走，避免再次迷路。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一片稻田，别说一望无际的，连一小片稻田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于是我问了一个路人甲阿姨，阿姨说：这里哪来的稻田啊？这里是天母呢，这里都是住宅啊。我听了觉得很惊讶，心想：是啊，哪来一望无际的稻田啦？当时刚从南部北上，我真是有眼不识天龙国。而那位阿姨当时看着我的表情，好像想问我头壳有没有坏掉，而我也正想刻意隐瞒这个奇怪的遭遇，避免影响附近住户的心情。我故作镇定，不想让当地居民知道我昨天或前天发生的情景。结果那位阿姨突然转移话题：哎呀，妹妹，你是刚从南部搬过来的哦，你讲话的港腔很浓厚哎。对啊，我上个月才刚从高雄搬过来的，没错，我黑黑的。
当时我刚搬到台北市，很活泼，很爱跟人家聊天，所以由于我南部腔的关系，阿姨就理所当然认为我刚北上，所以不清楚这区域的状况是理所当然的。接着阿姨还跟我介绍附近好吃好买的地方。由于当天跟那位亲切的阿姨聊得很愉快，让我的心一扫阴霾。再加上后来又要上班又要自习准备联考，生活十分忙碌紧凑，所以我就把那个稻田迷路事件压根地抛到脑后，没有让它困扰我在台北生活的心情。但是如今回想起来，却又是一点一滴历历在目。回到凡尔赛花园事件，那这到底是撞鬼还是穿越时空？如果用我的事件来说明，身边大部分的人很容易就会判断说，啊，你遇到了鬼打墙了啦。是的，凡尔赛花园穿越事件的真相就是鬼打墙，老外太浪漫才会解读成穿越时空，还大费周章地出了书。而我也看过《鬼太郎》的作者水木茂先生叙述过遇到几乎跟我一模一样的情景，所以这类的情景这世上到处有人遇到过。但是为什么会跟穿越时空有关？事实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沾上边，因为两位英国老师跟我眼前突然转变的画面，都可能是100年前的风景。而这类事件详细用科学解释是这样的：所谓鬼打墙，是指3次元与比自己高次元的灵性正面迎上，而高次元会先看得到较低次元的我们，但是他们不想被我们撞见，于是会用不同的场景把人类阻隔着，并且暂时蒙蔽起来。用逼科学的解释就是，假如人类与2次元的一群蚂蚁正面迎上，而人类随手拿起一个篮筐，把它们全部先框起来罩住，于是蚂蚁们就会觉得四周的风景变了，而惊慌失措不已。接着人类等避开它们后，再把篮筐拿走，基本概念就是如此。然而这样解释观众绝对不会满意的，因为凡尔赛事件中还遇到了疑似过去的人物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首先，人们都知道凡尔赛宫算是一个非常阴的地点，由于法国大革命叛乱的期间死伤无数，所以会有当时在那里生活过的灵魂进入4D录像回来回味当时生活是非常有可能的。而2位英国老师莫伯利与乔丹当时被高次元灵性框住的影像，有可能就是用上帝的4D录像机里的画面回放。而2位女士遇到的过去式人们似乎跟他们招手，那是在跟他们互动吗？不，那些过去式的人只是影像。那个园丁跟伯爵可能是在跟当代那个时期他们身边的人在对话，并不是在跟后代的2位英国女老师互动。但是后世的人不经意穿越录像之中时，碰巧正好对上眼罢了。何谓上帝的高科技4D录像？请看我破解穿越时空旅人那一集有详细解说。然而如果3次元的人类跟较高次元的鬼魂对上，如果鬼没有给人类打墙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答案就是人们会亲眼见到鬼啦，很可怕吧？所以我真感激只是遇到鬼打墙，而不是3更半夜亲眼看到鬼。想当时我竟然还希望出现路人可以问路，还好没有出现。我觉得我做人真的好乐观哦。然而我相信在世界各个角落，也有一些人们在天不死地不利的情况下，也有机会会接触到另一个次元的灵体。但是我发现许多西方人士或许只是沾上一点边，却夸大其词，加上自己意识的想象力，加油添醋地写成一整本学术的书。然而如果单纯的事件被夸饰了，后面的研究者就会更难厘清真相，就可能延伸出跟宇宙真相背离的枝节。然而身为人类，最基本一定要先认知造物主是真实存在，还有你我都拥有不死的灵魂。其实我在遭遇这些奇异事件当下的心情是伤感多于害怕的。当下我总是会想，我那么努力地在地球生活打拼，
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？但是也就是亲身经历，我才有如此大的决心，想去挖掘宇宙真相来分享给观众。我想带给大家的资讯都是很理智、很贴近真实的。后来还有好多故事，请持续关注我的影片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拜拜。